中国未来是一个疯狂骗钱的市场，知道吗？因为经济随着下滑，我们现在再也没有先进国家的通道了，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亚非拉，我们实际上丧失了跟全世界 SWFT 出的我们丧失了跟全世界紧密交流沟通的几乎所有通道，所以外界的先进的很多信息在中国国内是看不到的，于是就是骗子横行的时代。因为怎么做大家都不用担心它被揭露出来，知道啊？这就是现在啊，中国今年所有的学术论文被国际期刊杂志、被国际学术体系退回来的世界第一，就是所有论文报上去之后，人家发现造假、发现抄袭，退回来的全世界第一排名数量，超级恐惧啊！这个事情很多大学，什么武大、交大都是风头浪尖的。就为什么呀？都指着什么造假，但是造假呢，有时候需要国际发展，结果到国际上就揭露了，啊，都是一样。那华为也是一样，芯片造假，你用的人台积电的，你吹牛逼什么呀？不吭声就完了，但是就得封闭，因为一封闭，这习近平本来就傻逼，中国共产党本来就傻逼，就更跟个瞎子似的，你跟他吹什么牛逼，说你自己干的，他都得信。然后呢，为了把这块发展好了，有自己的芯片啊，有自己的他妈的这个什么制药啊体系。啊，有自己的人工智能，有自己的搜索引擎，玩了命的给钱，所以呢，就多烂的玩意儿都能卖得出去，对吧？这就是中国闭关，就是封闭自己最大的好处。现在已经达成了，他跟所有人都闹掰了，他妈邪恶轴心，谁都不会告诉他内部，所以骗钱的就可以更疯狂骗钱了啊！很多原因啊，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帮人明白了吗？白手套想挣中共的钱，有上面权力支持的，故意他妈的造着很多概念。这里面很典型的一个吹鼓手，拿了大量钱的，在海外大量债货的人，你们都知道，账户的人叫张维维啊，所以呢，做了很多吹鼓手，最后引导的东西就是这傻逼怎么能到交大？不，很聪明，他的傻逼是装出来的，是为了诱导上面的，知道吗？成功了，得点赞。所以呢，就是大傻逼习近平呢，就根据他出的这东西，就开始东升西降，开始战狼，开始很牛逼，然后呢，就把全世界都给排挤了。啊，现在咱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有多严厉，绝对不能出口，绝对一步都不能让，自己干的，就为了骗钱。经济韧性哪有强啊？您可真逗，中国经济哪有韧性啊？你看看历史几千年啊，中国经济还出了韧性了，您给它的韧性吗？中国所有东西在历史上但凡发达，都是因为循环经济导致了，不是内循环，是外循环。现在中国没有外循环了，我们他妈一封闭就是个死逼的漏位器。现在为什么中国拼命排外，出了反间谍法？告诉大家就一个目的，就是你们了解真相。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白手套想在中国骗人，骗谁？骗共产党，骗财政的钱，就得让这帮傻逼上面什么都不懂。听明白了吗？如果我们现在还就是习近平特别傻逼，就我得说啊，因为这傻逼什么都不懂，底下的人玩他呀，有时候跟玩孙子似的。因为什么？如果中国保持改革开放，我们是透明的，就骗不了共产党大钱啊！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共产党一说，人家老外就透了，就你这东西不行，对吧？你看，如果说谷歌能够顺利进来，大量的人工 AI 进来，中国哪他妈有自己？中国百度是个屁呀，中国的人工智能是个屁呀！但是当中国一封闭反间谍法，不允许谷歌，不允许 ChatGPT 进来。中国就很牛逼的有百度，很牛，百度里面的词条搜索那是要多狗屎有多狗屎。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都是套一个壳用人家的开源系统，但是这样就能从中共骗来大笔的钱，就一定不能跟全世界融合。实际上是一帮白手套，一帮团队为了让中共每年把钱，你们以为那存款都是谁存的呀？跟大家讲过，跟我谈的都是1000亿人民币打底。啊，都是万亿人民币起步的这帮人贪婪贪腐，但是呢也能骗钱啊，名正言顺的骗钱。中国共产党跟个大傻逼似的，就得闭关封闭排外，这样子他永远不知道外国东西是什么，透明的是什么。对，就是内循环，越内循环越内部封闭啊，越是骗子。因为外部的所有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而且骗完了以后呢可以跑，没有什么成本。所以呢我也挺高兴，就越封闭嘛，中国骗子越多。中国人现在全是当骗子还不容易，大家都高兴当骗子。哎，我曾经想开过一个课程，我还问了一下我国内的一个助理，我说我能不能开啊？你们会不会报名上？叫如何在中国变成大骗子，如何骗中共的钱，哎，就是骗这个社会的钱啊。我当时还想开这么一个课来讲的话，
但是我那时候还考虑一下，我问了一下我助理，我说我这第一个合不合适开这个课，第二这个课会不会有报名来听啊？我倒是有无数的方式方法可以教你们全怎么在现在的社会中疯狂的去骗钱啊。然后呢，后来他提醒我要谨慎想一想，我现在还在谨慎想的过程中。但是真的这个时代就是骗。黄四郎不一样，黄四郎可是有文化，黄四郎是蔡锷先生的好朋友，黄四郎的原型。说一下，黄四郎是蔡锷先生好朋友，后来他不像蔡锷这么傻，因为蔡锷回来以后搞革命，当年蔡锷的时候，他跟蔡锷那个谁在讲武堂的时候，这个张麻子讲武堂的时候，他其实跟张麻子跟着蔡锷的，他是蔡锷的手下的队长。黄四郎那个时候是蔡锷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在日本留学军校的，只是回国以后，他对于革命的很多东西失望了啊，蔡锷的情况和窃取革命的结果，所以他最后回去做了，就是原型啊，我这个原型啊，回去做了一方土地主啊，这是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而且在日本长期留学，才华也很重。他当时为什么有一句话大家可能不记得，就是说当年他跟张麻子见过。然后那个人他有一个就是这个演那个县长那个人，他有一点不如张麻子，就是他不会装傻，张麻子会装傻，因为蔡锷是通过装傻小凤仙嘛，最后逃离了袁世凯的那个监控，最后回来的啊。然后呢，那个县长本人是不会装傻的，然后那个就是县长说，对我娘太太就说不会装傻的。不用多说什么了，就是如果是黄四郎，因为刚才讲黄四郎，我不知道谁说啊，我就跟你说，黄四郎其实在历史上是很有牛逼的一个人，当然也没被砍头了，他只是跟蔡锷一样参与了革命，但是更早了参悟到革命的果实肯定会被人截取到，而之后转而为自己谋求福利的这么一个高知识高文化的一个原来在军队服役的这么一个人才啊，只是跟你说一下而已啊。让子弹飞，愿意看的可以看一下让子弹飞。黄四郎是个人物啊，很是一个人物，好吧？对呀，鹅城都90年以后的税收完了，那不是说嘲讽，就是在这个让子弹飞也挺牛逼的，姜文能把这个片子演出来也挺牛逼的。对，张麻子原型不是讲过了吗？他是蔡锷的手枪队队长，讲过了。讲武堂，当时中国有3个讲武堂，最有名的是云南讲武堂，他是云南讲武堂的一期的学员啊。所以呢，那个他是蔡锷的手枪的队长啊，跟蔡锷先生当时在一块。后来蔡锷去世以后，然后因为很年轻嘛，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就自己出来做了，跑江湖了。这是他自己说的啊，那个电影里他自己说的。退社保早就该退了，您那个社保不退的话，我不知道您多大年纪，您要80后必须退，您根本享受不到社保，没有钱供大家社保的。您现在应该知道资金的情况，哪有钱还供你们社保啊？到年代如果到您退休的时候，那个社保就2种情况，一个那个钱已经跟纸似的，完全不值钱，您那点社保资金啥都干不了，听明白了吗？就这个。第二个就干脆就没有社保了，可能拖延到80岁才给你社保。现在你看看社保的报销比例降低了多少，对吧？现在社保能报销的要越来越少，2021年能报的2022年报不了，2022年能报的2023年报不了，年年社保范畴内的药品和医疗方式都在被减少，被拿出去，都是无效的东西搁进来。对，不要做了，早就说过了。不交可以退，可以退啊，可以退，社保是可以退的，好吧？去问一下就知道了，自己缴纳的一部分可以退，多少我记不得，但是可以退啊，没有不能退的。